60岁大妈来做 B 超，医生却在她肚子里发现了一朵花，花瓣清晰可见，甚至还有花粉。大妈说每次上厕所都伴有阵阵花香。刚开始呢，医生是不信的，以为是未消化的生菜叶。随着检查的深入，发现问题并不简单，一朵完整的花呈现在眼前，检查过程中还脱落了一片花瓣，可以肯定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看着就像在肚子里长出来的，而且胃壁上还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白点点，还真有点像花朵的根茎，但胃里怎么可能开花呢？正常来说，即使花朵偶然进入体内，很快就会被消化掉。医生百思不得其解，接着询问大妈最近的饮食习惯。大妈说，为了过年回家相亲，最近在努力减肥，只喝了大量的水，没事的时候就去学习插花。然后大家就在花篮里找到了同款花朵，大小一模一样。于是大家想到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他修剪花朵时碰巧打了个喷嚏，花朵掉进了水杯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正是因为喝了大量的水，胃液被稀释，不足以腐蚀花朵，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为了验证这一猜测，医生还做了实验，让实验对象喝了大量水，吞下了几朵花，接着来做检查，果然就看到了一片花瓣。继续深入检查，但始终没有发现完整的花朵，像大妈一样保存完整的实属罕见。医生表示，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才导致了这种巧合。省流，韩国奇葩多，大家随便看看就行。婴儿车被包了起来，里面时不时传来怪叫，没有人知道婴儿车里面是什么。大妈整天推着婴儿车流浪，晚上就睡在公共厕所，这样生活了10年。问她为啥不回家，她却说家里有个怪东西会隐身，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即使在外面，她依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警惕地看着四周。白天她又毫无目的的流浪，拿出一盒猫罐头开始吃，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这才看清楚，原来婴儿车里面还有一只猫。经过一番沟通，大妈同意带我们去家里。她家门上安装了5把锁，里面还有一道防盗门，进来后要赶紧用一个柜子挡住，屋里窗帘紧闭，没有一丝光亮，并把所有家当都放在了衣橱里，甚至包括电饭煲。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想要拍到大妈说的那个怪东西，然而一夜过去，并没有任何发现，却发现大妈行为举止很反常。只见她半夜好像听到了什么，惊慌的来回走动，还时不时跪在地上，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节目组很疑惑，大妈神秘的指了指天花板，说：“你难道听不到声音吗？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呢。”但工作人员并没有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节目组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妈想象出来的，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她决定去医院。一番交流下来，医生说她患有妄想症和精神分裂，必须尽快吃药治疗。原来之前她妈妈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没钱治疗嘛，很快就去世了。没过多长时间，父亲也去世了。她感觉自己没有保护好父母，从那时起，内心充满了愧疚。只有在人多的大街上，才能避免内心的孤独。只要在房子里，就会产生屋里有别人的幻觉。相对来说呢，下面这个大妈就正常多了。鸡蛋连壳一起吃，一天要吃1斤蛋壳。大妈已经吃了10年。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直接连皮吃，再来一口带皮的橘子。哈密瓜带皮吃，甚至连苹果核也要吃，这样吃不会吃出问题吗？而他自己却说这是外壳救了他的命。这又是为啥？他也不解释反而变本加厉，觉得果壳不过瘾了，直接吃起了生板栗，看样子味道也不错2口就能吃下1个。大妈的闺蜜都很担心她，叫她来吃饭改善一下。没想到大妈却把饭菜扔在一边，拿起蟹壳直接开灶。她边吃还边嫌弃，说螃蟹还是生的好吃。接着又把朋友吃剩的鱼骨头用菜叶包起来，几口就吃了下去。那她为啥要吃这些呢？真的是奇怪。到目前为止，带皮的水果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即使是榴莲它也是带皮这个没有。大妈说果皮才是好东西，有营养，而且自己很健康。接着她终于告诉大家吃这些的原因。原来当年她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有天痛到无法忍受，莫名其妙吃了带壳的鸡蛋，没想到胃里一下她就不疼了，从此就走上吃壳的道路。节目组也带她去检查了，胃病真的好了，身体啥毛病没有，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一定要吃的话，最好中午吃。和大妈一样，下面这个大爷也是狠人，他把洗洁精当沐浴露，白醋当洗面奶，食用油拿来护肤，还说比护肤品好用。13年来都是这样护肤的。护肤3部曲安排上，第一步往毛巾上挤入洗洁精，接着往全身涂抹，脸上也不能少拿水一冲，第一步完成。接着倒出白醋，均匀的涂抹在脸上，拍打促进吸收。最后一步往皮肤上涂抹食用油，保湿又美白。他说白天要用玉米油，晚上用花生油，这样保湿效果最好。工作人员摸了摸，果然很光滑。这样一套下来的话，就可以上烧烤炉了。不仅如此，大爷刷牙也要用白醋，说可以消菌杀毒，口气都变得清新了呢。至于牙膏嘛，有别的用处。只见他往手上挤入半管薄荷味牙膏，接着就开始洗头了。你别说，泡沫还挺丰富的。大爷说这样洗完清爽自然，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白醋，没事就要拿出来涂一涂。看电视也不能闲着，连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爷的奇葩操作，直接把妻子熏走
久了，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湿效果，他还会用食用油自制面膜。不得不说皮肤看着细腻了很多，医生也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由于大爷年龄大了，如果继续这样操作的话，皮肤可能会恶化。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个植物一天能长3米，100年才会开1次花。神奇的是，大妈只养了1个月就开花了。几天前，大妈刚从医院出来，就遇到了一个坏和尚，什么都没说，就把这棵植物送给了大妈。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大妈的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大妈认为这些都是这棵植物带来的，觉得植物被高僧开光了。从那时起，大妈每天都会精心照料，浇水都是用山泉水，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撒浪嘿呦。刚开始呢，它只是冒出了一个小尖尖，没想到一夜之间长到了3米，而且还在不停的往上涨。节目组架起相机近距离观察，植物肉眼可见的变大。那这棵植物到底是什么？为此节目组请来专家小亮来鉴定这个热门生物。专家觉得很不可思议，说这东西根本不会生长在这里，当地的环境不利于它生长，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原来这种植物叫龙舌兰，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最后会在顶端开花，据说100年才会开1次花，但只要开花后它就会急速衰败枯萎，一生也只开1次。几天后，龙舌兰真的开花了，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上面还泛着光，蜜蜂都被吸引来了。它现在的高度达到了4米，全村人都来围观，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众人纷纷低头许愿。然而下面这只小香猪表示不服，他家的宠物小香猪1个月就长到了300斤，2个男人都抱不起来，肚子都快碰到地板了，还长出了3下巴。本来是个迷你猪，结果现在一对比，主人变得很迷你，他直接从佩奇变成了八戒。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结果闪到了腰，当时卖家还郑重承诺，迷你小香猪长不大，最多不超过30斤，假一赔10。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主人才发现自己上了当，佩奇不仅能吃，而且长得飞快。主人找卖家售后，卖家说可以赔你10倍，你把货退回来，我们重新给你发10只小猪仔。主人一想，不对啊，我这不成养猪的了吗？毕竟养了这么长时间，都有感情了。主人决定给他减肥，第一步带上计步器，一块行走的五花肉上线了。刚走了2步他就躺下了，主人以为他至少能走30分钟，结果他要休息30分钟。第二步吃减肥餐，用食物引诱他走路，结果主人却累瘦了。最后主人想到一个绝招，给佩奇制作了一个结实背带，前面吊上一根他最爱的胡萝卜。你别说效果不错，他走路积极多了。几天后再次上秤，减肥效果非常明显整整减掉了半斤。最后主人表示会一直陪着佩奇减肥，希望佩奇能变回迷你猪。然而变大的不止佩奇，下面这家房子里也有个大东西，每天都有个不明生物趴在他家窗户上偷窥，上面还留下了巨大的指纹，纹路非常清晰怎么擦都擦不掉，而且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消失。一到晚上呢消失的指纹又重新出现，只有卧室的窗户会出现这种现象，就算更换了新窗户，指纹还是会出现。诡异的现象持续了好几个月，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节目组呢全程监控，结果一直到深夜都没有出现什么怪东西。白天一看呢，指纹果然消失了，这很不科学。那会不会是窗户本身的质量问题？卖家说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猜测是玻璃生产过程中吸盘导致的这种痕迹，但是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大的吸盘。节目组在工厂继续寻找线索，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上面出现的纹路和家里指纹很像。老板说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很热，需要在下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油纸，那指纹会不会就是油纸印上去的？随后专家对着油纸分析了半天，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反正总之结论就是玻璃上的纹路还真是油纸印上去的。至于白天指纹就会消失，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主人这下放心了，说以后不用再换窗户了。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50年收藏了4000多种可乐，现在拿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1款可乐，已经超过了100年，瓶盖都是用的木头塞子。很多人想喝的82年可乐，他这里多的是，什么造型的瓶子都有，全是脑洞大开的设计，从最胖的到最花里胡哨的都有，还有各种限量款的可乐，有的瓶子上都镶了钻石，还有奥运纪念可乐、美国队长可乐。他还收藏了很多可乐周边产品，就比如可乐主题的录音机，因为都是非常稀有的限量版，收集这些花掉了好几百万。节目组仔细数了数，足足有4000多种。大叔还说会一直收藏下去，要打破世界纪录。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能点燃你的心。大爷在涂口红，但其实这是打火机。他转身又吃起了饼干，其实还是个打火机。他30年收藏了6000只打火机，家里墙纸都是打火机做的，各种你意想不到的打火方式，看着是把锤子，其实是打火机。灯泡也是打火机，牛奶盒都能出火，螃蟹钳子喷火你能信？灭火器都能出火，这就离谱了。包包能打火，高跟鞋也可以，最小的和1元硬币差不多，小是小了点，但照样能打火。最大的就要用2只手抱着，要说是燃气灶我都信。最独特的要数下面
面这个火焰可以分叉，这些火机来自全世界各地。这一款就是来自加拿大的牙刷火机，他每周都要挨个清理一次。打火机已经成了他的精神寄托。然而下面这个大叔的收藏也很费钱，他花100万收藏了5000部手机，全是你没见过的，有设计成香蕉玉米的，保龄球也是电话，超人都背着电话啊，来电就会蹦迪，还有来电就会吐丝的蜘蛛侠电话，易拉罐也是电话，连鞋底都能设计成电话，密密麻麻摆满了房间，地板上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工作人员数了数，光客厅就有2000部，另一个房子更多，但大多都是智能手机，一共算下来有5000部，并且这些都安装了电话卡，都能正常使用。节目组随即拨打了几个，果然就接通了。他说每月光套餐费就得5万块钱，为此连周末都要去兼职。妻子也觉得这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考虑再三，他决定做出改变，把手机都卖掉了，还给儿子买了一屋子玩具。他终于想明白，亲情才是最值得收藏的。和他一样，下面这个人也喜欢收藏，只不过他只收藏座机，整个仓库摆满了座机，一共有3000多部，100多年前的古董电话都有。神奇的是，电话竟然还能使用，不过要像摇动手柄发电才能打电话。大叔演示了一遍，插上了一个什么模块，然后真就拨通了工作人员的手机，通话音质非常好，就好像穿越了一样，很神奇。大叔还打算开一个手机博物馆，把这些不常见的电话展出，供大家欣赏。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更有价值，他5年收集了3000万个烟头，每天都要去街上捡烟头，一天就要捡1万多支，捡满1箱就要封存起来。5年内收集了300多箱。晚饭后他又去捡烟头了，还说现在捡的最多。来到饭店门口，果然发现了很多，不一会儿就全部捡干净了，即使垃圾桶里的烟头也不放过。有人说经常看到他整晚都在街上捡烟头，下雨天也不例外，只要大爷出现的地方就绝对不会允许有烟头。那为啥大爷会痴迷于捡烟头？大爷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警告那些随意丢烟头的人，还说这样能让自己锻炼身体，感到非常快乐。和大爷有同样爱好的还有这只乌鸦，只要看到有人抽烟，它就会发起攻击，趁其不备直接一口夺下香烟，接着把香烟捣碎丢进垃圾桶。小哥说自己每次抽烟乌鸦都会出现，好像是针对自己一样。工作人员假装抽烟，看会不会遭到同样待遇。乌鸦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假装毫不在意的路过，突然一个箭步向前叼走了香烟。所以无论是谁，只要抽烟就会成为他的目标。香烟到手，接着又用翅膀把烟弄灭。为啥他会有这种迷惑行为？专家认为他是想把香烟的气味涂抹到翅膀上来驱赶寄生虫而已，很多鸟类都会这样做。好吧，原来如此。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们要给这只21岁的北极熊补牙，牙齿已经烂了一半，内部还不停冒血。钻开牙根管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严重，首先麻醉是少不了的，一针下去很快就失去了知觉，用木棍对他戳上几下，确定睡着后，众人合力把800斤的北极熊抬上了手术台。为了看清牙齿内部情况，医生又对牙齿拍了片，发现并不是简单的蛀牙，部分牙髓已经坏死，必须要做根管治疗了。现在需要用钻头打开牙髓腔。现在根管已经完全暴露，接着用根管锉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由于北极熊牙齿太长，根管锉也不能完全清除坏死的牙髓，只好从牙齿侧面钻个洞再次清理。把坏死的牙髓清理干净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接着插入几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随后在根尖里涂上一层密封剂，接着使用牙胶来填充，这样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随后再对牙齿拍个片，评估填充情况。可以看到根管已经完全填充，接下来就可以使用牙胶继续填充根管顶部，这样下来根管部分就完全填充好了。随后对牙冠部分填充树枝，最后再对牙齿塑形，这样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治疗后的北极熊也慢慢苏醒过来，看着众人一脸茫然。大妈为了保命，每天要把口香糖粘在墙上，家里还装满了监控，时刻盯着。大冬天也开着22台风扇，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家里会泄露毒气，尤其是地板和墙壁间的缝隙。说着就掀开了地板，还真看到了一些熏红的痕迹。怕大家不信，他突然又打开了监控，说之前就看到有人骑摩托车，用针头往他家注入气体，墙上的洞就是证据。他会用口香糖及时把洞堵上，但很快又会出现新的。看起来呢，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邻居们都表示确实见过骑摩托的人，但从来没闻到过奇怪的味道。大妈则认为这明显是冲他来的，至于为什么偏偏要害他，大妈也不知道。但这可苦了大妈了，经常被熏得睡不着，久而久之患上了神经衰弱。然而记者在他家却始终没闻到任何奇怪的味道。为了缓解他的焦虑，大家请来专家对房子里里外外检测一番，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害气体。专家换上更精准的仪器，也没有检测到。大妈却表示自己不相信仪器，说自己的鼻子是最灵的。没办法了，大家提议今晚就跟大妈一起住，不开风扇，看会不会被毒死。结果一觉醒来，大妈神清气爽，表示昨晚确实没有闻到毒气，而且睡得很香。大妈担心大家走了之后，毒气又会重新袭来，
看起来大妈确实病得不轻。经过大家不懈的劝说，大妈终于同意去看医生。通过一系列检查，医生说这就是常见的妄想症而已，可能是由于丈夫和大儿子的意外去世，对她造成了严重打击，悲伤过度导致的，而且之前和别人发生过矛盾，所以才开始怀疑有人要害她。经过心理治疗，现在大妈表示已经闻不到什么毒气了，最后把风扇都去掉了，现在的她又可以享受正常生活了，省流。大妈得了妄想症，他们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墙上听，好像在确认着什么，而且这面墙不能挂小孩的照片，一旦挂上就会被墙壁震掉，就好像里面有人在敲。这怪声每隔5分钟就会来一次，家里小孩每天都会被吓哭，尤其到了晚上，声音更夸张，弄得一家人都无法睡觉，甚至到了吃药才能入睡的地步。他们把家里能发出噪音的设备都拆了，可声音依然没有停止。他们甚至想把这墙也拆了，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整栋楼也只有他家会这样，你就说怪不怪吧。邻居们都来到他家，亲耳听到了这怪声，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确定声音就来自这面墙。邻居怀疑墙里可能埋了尸体，因为实在找不到原因，他们不得不往那方面想。不过呢，凡事要讲科学，大家找来了专家，对整栋楼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连水管也没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专家在楼下主管道处发现了异常，一旦过水，水管就会震动。大家决定切断水源，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结果等了好久声音都没再出现，接着再次打开水管，声音又出现了，很明显就是这个原因。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这怪声就是水压造成的，水压冲击使得管道震动，进而引起墙壁震动，因此产生了声音。随后改了管道，一切恢复了正常。小伙只是做了个动作，就把瑜伽教练们吓得花容失色，因为他全身好像没有骨头，把头固定住，身子可以旋转360度。不仅如此，手腕也可以旋转，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手指都能做出反人类的动作，两只手合在一起，很轻松的就能把手臂掰到后面。摄像小哥也跟着试了试，差点试试，连脚后跟都能翻转到前面，离远点看根本分不清前后。高难度的瑜伽动作也不在话下，身体极度扭曲。做了10年瑜伽的教练都不能完成这个动作，这就很尴尬了。教练为了找回点面子，做了个他练习了1年的动作。结果小伙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这群瑜伽教练算是彻底服了。然而他的绝活还不止这些，舌头都能吐出1朵花来，而且想要几个花瓣就可以卷出几个，最多都能卷出6个花瓣。肚子也可以随意折叠，反手拿东西也是易如反掌，肩胛骨都好像翅膀一样，全身上下都非常柔软，好像真的是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真是一个奇男子。大叔钓鱼却从不带鱼竿，每天却有吃不完的鱼，而且抓到的鱼还有独特味道。只见他靠着墙根慢慢移动，突然跟大家说抓到了，接着一个猛子下去，上来手里就多了条鱼。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大叔两手空空的说自己又抓到1条，大家一头雾水，潜入水下一看，才明白怎么回事。这大叔是在用脚抓鱼，这也太离谱了吧！大叔一脸傲娇的说，这是要讲究技巧的，也就是在水下要用脚跟行走，鱼就会在脚趾的位置来回穿行，一旦碰到脚趾，一脚踩下去百发百中。接着还给大家展示了整个抓鱼过程，不知道是不是大叔的脚有魔力，还是鱼儿都被熏到了，看着都傻傻的往脚下钻。本以为大叔只能采点小鱼小虾啥的，没想到1斤多的鲶鱼也能采到，短短1个小时就采到了22条，这让一旁专业摸鱼的都羡慕不已。现在家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鱼，大妈说就喜欢吃用脚踩的，感觉有股特殊风味。节目组还安排了一场比赛，工作人员同时用4个鱼竿，半天都没钓上来1只，而大叔用了不到1小时，就用脚抓了10多只。不得不说，大叔这个技能真的好实用啊！大爷每天拿着一黑色笔记本，一到凌晨3点就独自来到这片墓地，对着坟墓喃喃自语。有人之前就经常看到他出入墓地，认为他手里拿的正是死亡笔记。这天凌晨，大家刚来到墓地，果然就听到了说话声，还真看到了这位大爷。小哥刚想上前搭话，大爷却挥了挥手，转身向墓地深处走去，直到天亮才离开。即使在回家路上，大爷仍然在喃喃自语。大家实在好奇，问他到底在干啥，大爷却说自己在背诵韩国各地区的名字。至于为啥要在墓地背诵，是因为墓地比较安静，能够集中精力，而且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死亡笔记，而是个地区的邮政编码。小哥随机出了几个问题，大爷都对答如流。晨练的时候也要大声背诵，走到哪都能成为焦点，连狗狗都被他吸引了，跟他来到家里，墙上还贴满了要背诵的东西。大爷都一把年纪了，为啥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呢？真是奇怪。既然喜欢背，大家给他出了个任务，1天时间内记住韩国少女时代的团员名字。这下大爷有的忙了，先抄写了1遍，走到哪背到哪。检查时间到，大爷还真磕磕巴巴的背了下来。至于为啥喜欢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大爷说自己有轻微的老年痴呆，想通过背诵来增强记忆。医院也去过了，医生说大爷的记忆力还不错，坚持背诵会大大改善老年痴呆的症状。小伙在95岁奶奶的脸上摸了又摸，甚至连胳膊也不放过。小伙并不是变态，只因这位中国奶奶实在太神奇，她曾经死过，只过了3小时又活了过来，不仅长出了黑头发，还长出了新牙。
村民都参加过他的葬礼，而此刻他却在厨房做饭，看起来非常健康。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老人说只记得自己生病住院，但完全不知道自己死而复生的经历。面对大家的质疑，老人的儿子直接向大家展示了证据，一口在老人死后才准备的棺材以及寿衣。老人的女儿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当时在医院，母亲就没了呼吸，身体渐渐变得僵硬。据老人儿子回忆说，去年1月老人突发心脏病，送到医院抢救后，医生也无能为力，他们只好把老人接回了家。万万没想到，在他停止呼吸3小时后，突然开始剧烈咳嗽，慢慢恢复了生命迹象。一家人都怕得不行。老人的主治医生听说后都觉得离谱，因为实在没见过这种事。老人死而复生后，整个身体也发生了奇怪变化。首先视力变好了，穿针引线根本不用戴老花镜，后脑勺开始长黑发，甚至老年斑都消失了，皮肤变得滑滑的。记者都忍不住摸了又摸。最让大家感到震惊的是，老太太竟然长出了新牙，专家看到都大跌眼镜，是真的大跌眼镜。虽然好像很难解释这种现象，但看到老太太健健康康的，一家人都很开心。至于老人为啥能复活，貌似也不那么重要了。大妈38年没摘过口罩，即使睡觉也不摘，从没有人完整的看过她的脸。有人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看了就会做噩梦，只有在她洗脸的时候会摘掉，但从不照镜子，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节目组想让大妈摘掉口罩，也被拒绝了。不仅如此，她还一直用手扶着脸，好像很痛苦的样子，说必须要手动把眼皮翻开才能看清东西。大妈从衣柜拿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看着很正常啊，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真的是奇怪。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家人都20年没见过他的脸了，就连女儿拍结婚照他都没有参加，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大妈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原来她18岁结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在生第5个孩子的时候，很不幸出生就夭折了，这对她打击很大。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牙龈都是外翻的。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孩子的夭折让她悲伤过度，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医生给大妈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希望大妈赶快走出来吧。和大妈一样，下面这个大叔也喜欢戴着面具，一个戴着诡异面具的人在无人的芦苇丛中弹琴，穿着白衣服，看着十分诡异，即使在深夜也会传来琴声，看到有人靠近立马扛着琴跑了。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起凶杀案，工作人员觉得这人可能不简单。第二天又见到了他，正戴着面具做表演。有人说他在街上弹琴已经有2年了，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都很好奇面具下的脸长什么样。表演结束后，他终于摘下了面具，满头大汗。那他为啥要一直戴着面具？原来啊，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钢琴家，但只要上台表演就会非常恐惧，手脚不停出汗，以至于失误不断。慢慢的，只要有人在，自己就无法弹琴，他不得不放弃了梦想，当起了快递员。偶然的一次，当他戴上面具弹琴时，各种恐惧紧张一下子都不见了。他开始尝试在街上戴面具表演，没想到大家都很喜欢看。他说刚开始很在乎别人的眼光，那现在戴上面具后，他不用在乎别人的感受了，感觉非常自在。节目组建议他摘掉面具表演，他内心还是非常犹豫。第二天下班后，他照常戴着面具表演。表演结束，他突然举起了牌子，上面写了自己一直戴面具的原因。这一刻，他决定摘掉面具，众人纷纷鼓掌支持。他不再紧张，不再恐惧，非常轻松地弹奏了一曲。所以说，直面内心的恐惧才是治疗心理问题的关键。大叔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老人死了15年，身体却没有腐烂，甚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手指甲还在生长，连血管都清晰可见，甚至还长出了黑头发。家人都认为奶奶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而已。他们会定期给奶奶剪指甲，每天还要给奶奶擦身体，单独给她做饭。看着成为一具干尸的老太太，节目组也震惊了。原来15年前，奶奶突发疾病住院，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竟然喷出了16斤便便，接着就断气了。奇怪的是，体温并没有下降，一直维持在36度，身体也不僵硬，除了没有气息外，没有任何去世的症状。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里，慢慢就变成了一具干尸。专家说，只有在极其干燥或者寒冷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干尸。然而当地的天气高温潮湿，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就很不科学。节目组觉得可能做了防腐处理，但家人却说并没有做过任何处理，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那就是吃斋，一吃就坚持了50年。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很多人慕名而来，想要一睹真容，还觉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都用瓶子接水喝。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专家也没有给出解释只能说真的很神奇。然而下面这面墙也很奇怪，他家的墙会哭，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抽泣的声音，整整哭了10天。店主说有时用力敲2下，他又会稍微停一会儿，越到晚上哭声越大，搞得人心惶惶，顾客都被吓跑了。工作人员录下声音，找到了专家，对声音进行了波长分析，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真是见了鬼了，难道墙是
是活的，它有心跳。大家才不信。店主请来了装修师傅，这师傅一来啊，也不敢得罪这墙，大家鼓励了他好久才开始。先在墙上打了个洞，内窥镜往墙里一看，就看到了2只闪亮的眼睛。师傅被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只小猫咪，墙上都是抓痕，看起来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那它是怎么钻进去的？节目组检查了屋顶，猜测是通过屋檐下的缝隙钻进去的，在墙壁之间穿行时不慎跌落到了墙里面。店主说这只猫我见过，之前一直在我店门口转悠。店主决定明天拆墙救它，可第二天墙里一点动静没有，通过手机观察，里面空空如也，猫咪不见了。专家认为猫咪已经自己逃脱了，强大的求生欲让它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爬了上来。几天后，小猫咪果然出现了。然而下面这家也发生了一件怪事，他家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头发，有长有短，最长的有2米，比他本人都高，有时出现在厕所，有时出现在卧室，拔一跟自己的头发做对比，大小几乎一模一样。他觉得这就是人的头发，关键他家人都是短发，而且最近来家里的人也都是短发。一开始呢还误会了老公，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这种现象呢是1周前开始出现的。老公当时在叠衣服，就发现了一根长头发，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他赶紧查看烘干机，里面却干干净净，毛都没有。慢慢的头发出现了越来越频繁，看着吓人。房子呢是他们租的，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难不成真的有鬼？节目组带着毛发找到专家看了半天，说从粗细大小上来看和头发确实很像，接着又在显微镜下观察，结果专家却说这并不是头发。那这到底是啥呢？专家说这就是裤子上的线头而已。接着妻子检查了衣服，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长度也完全符合。嗨，虚惊一场。好了，我是预备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把鞋油涂在脸上，连续10年，每天都要涂1盒。10年来没洗过脸，除了眼睛和嘴巴，脸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盖。鞋油干裂后令他疼痛难忍，即使这样，他依旧每天涂抹鞋油，从1天涂抹1次，直到后来的1天涂1盒，边涂还边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就什么都不说，紧张的环顾四周，焦急的等待着什么，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随后跟着一个女人来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说女人是他姐姐，询问姐姐情况，姐姐却越来越激动，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晚上他们就随便找个凳子睡觉，此时温度零下4度。节目组想要帮助他，却被拒绝了。节目组带他们来到派出所，想确定一下他们的身份，根据指纹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节目组决定带他们回家。刚上车，一听说要回家，姐姐立马暴躁的哭了起来，还让节目组赶紧放她走。没办法，只好原路返回。随后姐弟俩坐上地铁，消失在了镜头里。节目组单独去拜访了他家里，父亲说他俩智力有缺陷，经常离家出走，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为了寻找他们，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一直没有回音，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了。节目组想要帮他们团聚，在车站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姐弟俩。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姐姐还是没有说。节目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住的地方，经过长时间的劝说，他决定洗脸了。鞋油成块的掉落，整整洗了3个小时，终于清洗干净，这样看着正常多了。跟心理医生交流后才知道，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就无缘无故的开始殴打，往他脸上涂鞋油，还警告他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涂鞋油。慢慢的，为了保护自己，他就开始主动往脸上涂鞋油。这时姐姐也说出了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原来姐弟俩还有一个哥哥，哥哥脾气暴躁，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两人天真的以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们就不会挨打了，才会不断的离家出走。经过长时间的心理咨询，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同意回家，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还表示以后不会再离家出走了。他把一坨便便锁在了保险箱里，还说这坨便便价值1000万，里3层外3层的打开，这不就是块石头吗？但他说这是鲸鱼的便便，叫龙涎香，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儿做的，比黄金还要贵10倍，一克就能卖3000块。便便呢是在自家鱼塘发现的，他本来也以为是石头，没想到扔在水里竟然飘了上来，这就很神奇了。上网那么一查，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这不一夜暴富了吗？工作人员闻了闻，确实没什么臭味，难道真的是龙涎香？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但村里老人说他们这片根本就没出现过鲸鱼，哪来的鲸鱼便便啊？说再多都没用，接下来直接找专家。专家说这玩意儿很稀有，一般100只鲸鱼里面只有1只鲸鱼体内会有龙涎香，这其实就是鲸鱼体内的结石。专家对着便便一阵猛闻，还做了个简单的测验，各种特征非常符合，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大叔那是越听越兴奋，但专家说还需要进一步采样化验。一番分析后，大叔满怀期待，然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只是一个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妻子安慰大叔，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那泡沫就给接了。然而下面这个小哥也把不值钱的东西当成了宝贝，他能用各种蔬菜当乐器，只见他掏出胡萝卜就吹了起来。
工作人员还是不相信啊，他也不废话，直接啃了一口。不仅如此，什么红薯、山药、西葫芦、土豆，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而且用蔬菜当乐器的好处就是饿了能直接吃。接着用西兰花又吹了一曲。还用山药做的乐器吹了一个。然而把蔬菜做成乐器也不容易，首先就要保证蔬菜的新鲜程度。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萝卜，先用工具把萝卜掏空，然后在表面打孔，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还要不断测试音准，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节目组决定升级挑战，拿来了西瓜、鸡蛋和大葱。小哥轻蔑一笑，就这，手起刀落就把3样食物变成了笛子。没想到还都吹响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一旦蔫了，音色就不纯正了，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来做成菜，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因此每天都要重新买新鲜蔬菜，这成了一笔不小的花费。他现在呢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乐器，拿着一颗洋葱就开始制作，同事都被震撼到了。不过要说奇人，那还是得看下面这位大叔，他能在头发丝上刻100个字。只见他先把头发固定起来，接着用微雕刻刀在上面刻字，最后呢给头发上个色，文字在显微镜下就显现出来了。不仅如此，他还可以在沙地上刻字，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期间还要更换20多种刻刀，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相对来说，在小米粒上刻字就显得简单多了。大叔说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性，刚开始做的时候刻了100多根头发，1年下来呢只成功了2根，为此自己头发日渐稀疏，现在都是用别人的，见到别人都是先看头发，黑长直是他的最爱。他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小朋友都看傻了。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还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下面这个奶奶虽然没有大叔厉害，但也值得一看。90岁的奶奶经历过车祸后，腰板竟然变直了，之前在家里走路都要扶着墙，墙上还留下了一道痕迹，现在呢上楼都不费劲，专家都表示不可思议。奶奶说出车祸后自己当时就懵了，什么都不记得，醒来就变成这样了，就很神奇。那就祝奶奶一直健康下去吧。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